特朗普又闹事儿了，美国将开始吊销中国留学生签证，特朗普大概率也存在着打压中国的心思。一次性要注销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有27000多名，同时准备在2026年来临之前，要把所有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理工科的这些签证全部注销，文科生不取消，但是要调查他们是否有反美的一些意向。川普呢，在多重考虑下下了这个决定啊。正好也得到了中国人的喝彩，中国人这会儿就很难在嘴上爱国，行动出国了。特朗普又让中国再一次伟大了，清北复交的招生办做梦都得笑醒啊！他不仅留住了科研人才，还让已经到海外的人才回归祖国的怀抱啊！有小伙伴也要问了，难道美国就没有啥先进技术值得我们学习吗？有，但是不多，是学习怎么画6代机的PPT， 还是学用10倍的成本干出跟我们一样能力的大模型，还是学习他娘的26个性别，他妈到底是个啥？川建国同志 salute。 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但是你不能说谎。科技啊、科研这个领域的方面，你真的能够确定中国比美国强到这个地步了吗？他的快乐可能建立在太多美国留学生的痛苦之上啊。对于到美国的台湾留学生而言，美国是一个选择，但是呢，中国人要到美国去留学并没有那么容易。中国人要去美国留学之前，他要经历一个政审，要做一个家庭背景的审查，而且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再回到中国后呢，还要写一个思想汇报。据说啊，还有北航的博士被 FBI 请喝了咖啡，然后遣返回国。中国人呢，做科研的，他一定是要往西方的环境走，因为在中国，他有太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做科研，他的人情世故摆在那，他的考核等等摆在那，所以对于这些想要往外走的人才而言，这绝对不是一条更好的路。强制要求180天内离境，这种趋势还会加剧，缓和的概率很低。因为我们留学生有时候太爱国，就是把人家的技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拿过来一些，这有时候让人家恼火。包括杭州的所谓6小龙，你好好查查，他都是创始团队有多少是留学回来的，有多少是有海外工作背景。留学的背后呢，和身份结合，是先有身份再有留学，这是一个大方向。当然啊，对于中国人而言啊，几家欢喜几家愁，除了那些根本就不可能出去留学，本来就希望大家回到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件好事。留学生的家长呢，实际上也有一些还蛮开心的。留学生在美国1个月5000美元还不够花，从大2开始，他的姑娘就常常跟他讲啊，钱不够花，3番5次的要求妈妈转账，有时候呢几百美元，有时候2-3千美元，甚至1个月他算了一下，自己孩子的总支出高达6000美元。那波士顿确实是在美国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城市之一，但是3000美元我觉得应该是够一个普通的学生生活了。5-6千美元的生活费，这真的就不是说留学了，它是像在美国度假的钱，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铁达尼号落水了，对于船上的人而言，那是一场灾难，但对于船上的鱼啊海鲜而言，那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我是家中的老大，他们的条件不好，但是他们为了生一个儿子，仍然生了4个孩子。高中的时候，我为了节约那个钱，我就会去吃那个折耳根，因为折耳根很轻，我只要打一点点，但是饭不要钱，我可以打很多饭，然后再喝点汤。但是呢，我的父母，我1个星期50块钱的生活费，但他们还是会骂我。在我读书的这些年里，我都非常的愧疚，非常的自卑。穷是会让人滋生一些羞辱感的。当大家都在普通的消费，而自己过度的节俭的时候，他是会产生一种羞辱感的。他的家庭经常给他灌输这些不配得感，他是非常沉重的。他身为女生，但是他的家里却一定要生到儿子，他的自卑就是从这些细节里面滋生出来的。看了是让人比较心疼的，但是呢，他说出这件事，所以他被网暴了。我经历了一场风暴，那更多的是批判我，所以我更加清楚，大多数人所遭受的打压式教育和孤注式教育对我们的影响真的非常可怕。那视频发布的第2天早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千万个共同经历的我，但是到了中午之后，我又发现世界上有无数个对他们的孩子正在进行打压式和孤注式教育的父母。
很震惊。我本来是起诉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对我的影响很大，而父母的不容易我们也是懂的，只是最后才明白，所有的不容易只是说给了我听，我们一直都是不被爱的那一个人。他经历的哭穷式打压，可能有些台湾朋友不太清楚啊，其实就是一些情绪勒索啦。比如说他正在吃饭，他的父母会告诉他，哇，你吃的每一口饭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没苦硬吃。再说他是牺牲，一碗面、一口水、一碗饭，那都是牺牲。把他生下来也是他对他的恩德。一旦他哭了呢，就是他娇气；一旦他抗争呢，那就是他忘本。只有在他沉默的时候，他才是个懂事的孩子。哭穷式教育不会去问你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因为在他们眼里呢，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只是要证明把他生下来是有用的，只能证明啊没有白活，未来还是要把它当做养老保险的。这些中国式哭穷的背后啊，就是把生活的压力、吃喝拉撒转换成了一种教育和感恩戴德的方式。他们把自己人生的不幸当作是这个小孩的原罪，从来不会去听小孩到底在说什么。关键呢是小孩要理解自己，因为这个全宇宙最不容易的就是他们父母本尊了，这不是爱啊！这样的中国式家庭小孩从小就得替别人承担情绪，他们的人生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而是他们全家的。他们非常难以找到自己被爱的证据。他能够在这样的情绪暴力下清醒，说明他这个人灵魂是有重量的。沟通不是羞辱，提醒不是打压，节俭不是因为他不配吃饭，父母的不容易全砸小孩身上了。很多人都在指责这个女孩子，说她不该这样怨恨父母。其实我很理解她。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一个星期生活费也就15块钱，平均一顿饭1块钱吧。我2-3顿饭没吃，就是为了省那几块钱给我弟弟妹妹买零食回去吃。自己如果弱了，说实话，父母都会看不起自己。而在中国，因为这样的事件实在是太批量了。在中国有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呢，大家为了要验证自己不是个可怜的人，只能够集体的反抗这些觉醒的人，才能让自己继续的沉沦。于是他成了网暴的中心点。父母们怕孩子醒过来，毕竟他们也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孩子们呢，自己也不敢醒过来，一旦觉醒了，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人是爱你的了。中国人更多的选择了活在假象里，所以他被网暴不是他个人的错啊，是整个社会都缺乏对他拉一把的那个友善互助的力量。一天给你和孩子50块钱生活费，一周就是300块，不算少了。你说说，除了买菜和给孩子买必需品，你还买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乱花钱。每次没等我主动给，你就开口要，你就这么缺钱吗？2025年供养一个大学生，每个月给多少生活费合适呢？先说答案，1500。每个月1500的生活费，既不会让他过得很紧巴，又不会让他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最近中国网络上开始算出大学生一个月到底多少钱够用，但是呢，实际上中国大陆1、2、3、4线的生活水平是完全不同的。每个月2000块钱生活费怎么会不够用？你肯定又在外面瞎搞了。什么瞎搞？我真的就正常开销。吃早点，一个饼买了一个鸡蛋，买了一个粥就花了10块5。西红柿炒鸡蛋，还要一个青菜。再加一个鸡腿，那个西红柿的汤能多来一点吗？谢谢。现在已经买完午饭了，咱们现在去水果店，先买一下水果。菠萝蜜讲都不敢讲，直接奔这个贫民区。3个香蕉，就买一个就够了。3个香蕉，1个苹果，要12块5。我们学到物价真的很贵。又到了每天最开心的环节，吃饭。先尝一下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吧。西红柿稀碎，一荤一素，就要11块钱打底了。好，我已经把饭菜给吃完了。饭后来点小水果，韭菜鸡蛋的还有吧？给我要最大份的。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开销。早饭花了10块5，午饭花了15块，加上3块5的可乐。晚上花了24，买个饺子，还买了水果，算12块钱，分4天吃，每天吃1个香蕉或者1个苹果，一天就花3块钱，总的加起来就花了56块钱。一天就花56，一个月是30天，就已经花了1680块钱了，还不算要出去玩，要买衣服，要买一些生活用品。你看这些杂七杂八算下来，2000块钱肯定不够。凭什么不脱裤子？我说我来姨妈我不舒服，我想开个假条，为什么不行啊？学校规定，你把哪一条规定你拿来给我看看呀？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了，你先上医院去看，好吧？我要是很可以坚持，我可以去，
我没有那么难受哈，我为什么要来学校这个医务室？北京某所大学一名女生呢，在生理期，然后不太舒服嘛，就去医务室去请假去了。对方说了，你得把你的裤子脱了，干嘛呢？你证明一下啊。目前呢，这所学校回应了，第一个，这名工作人员的要求它是符合流程的；第二个，这个规定其实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了哈。这算不算羞辱呢？这到底是一个流程，还是对人格的2次伤害？女生啊，痛经是一个比较脆弱的时候，这是女性每月被自然折磨的代价。她走进医务室是去求助的，不是去求辱的。中国对自己的学生是怀疑的，不是信任的，所以才要求她脱下裤子来自证清白。学校工作人员有提到啊，这个已经很久了，这种性别歧视的流程很久了，不是说明就合理了，是更可耻了。从没想过在中国一张假条要用自己的内裤，要用卫生棉去换。况且这个老师她自己都是一个女性，她居然一点同理心都没有，恐怕在台湾这都能算得上性骚扰了吧，实在是太荒谬了。那么你在台湾见到过请假需要脱裤子来证明的吗？你觉得两岸还有什么差异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好啦，本期的影片就到这边，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帮三小妹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